ケントか。思ったより弱いな。你到底想干什么？怖いのか？いい顔だ。我们有惹你们麻烦。さあ、あぶけ。本院称名，凡夫入报。南无阿弥陀佛。大家跟着我，慢慢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很好，再一次南无阿弥陀佛，一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大家都有听过这句话吧？心净则国土净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要修到有清净心啊，才能感应到清净的国土啊。当然了，我们说到清净的国土啊，不用说啊，大家一定都会联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可是换句话说啊，这给了我们一个讯息呀。你心不清净的话，就没有办法跟净土感应道交啊，修行再久都没用。这个理论啊，套用在我们净土法门啊，也是这个道理吗？今天老 K 就要带大家来解析这个原理。特别是我们在念佛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有不少人会主张啊，要放下烦恼，因为这个烦恼啊，和西方极乐世界是不相应甚至有人会主张啊，你有烦恼西方你就没有份就去不了的意思其实这个说法源自于《维摩诘经》的第一品佛果品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特别是在汉传佛教的传统中常常被引用到在隋唐之后净土法门开始融入各宗各派这个概念就越来越被模糊化，越来越说不清楚了首先我们要先分析什么叫做清净就是没有烦恼至少你要先克服最大的三毒烦恼就是贪嗔痴这第一关你就卡关了嘛，你想想看这末法时期你要克服贪嗔痴做得到吗？换句话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克服贪嗔痴，你就做不到心清净嘛这不就摆明了在跟我们讲西方我们再怎么修这一辈子都没份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克服贪嗔痴嘛但是大家想一想克服贪嗔痴完全断掉贪嗔痴那什么境界那个是菩萨的境界了嘛。我们先不要说其他的，写《维摩诘经》的维摩诘居士他就是古佛再来的连这个阿逸多弥勒菩萨下一尊佛已经是十地菩萨了看到维摩诘居士还是得恭恭敬敬维摩诘居士在讲经的时候弥勒菩萨还在下面听据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当年就是和世尊一样是现在同一个年代一个现出家相的佛一个是现在家相的佛嘛，所以他说的自然是真理。但是那个时候是正法时期现在可是末法时期很多法师都告诉我们如果你末法时期要以修定为目标，然后要修到有成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每天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看有几个人办得到既然办不到世尊当年都说了嘛，末法时期修净土可以成就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还跟我们强调就算最后法灭尽前100年你念佛还是可以得度。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弥陀佛的第18愿这不需要懂嘛，你只要肯去肯张开嘴巴念佛这样子就可以成就了我只念10声管不管用行照样接有人重病嘛眼睛连看都看不见，嘴巴念佛还念不出来怎么办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心里念佛行不行行照样接所以老 K 在这边想要请大家去想一想我们这样天天辛辛苦苦念佛还要去除你心中的妄念要断烦恼为目的这个方向性到底对不对其实维摩诘经中的这句话在汉传佛教特别是净土思想中心净则佛土净甚至被视为唯心净土的根基之一
特别是你们看到很多倡导人间净土、净化社会环境、修心即是净化世界这些观念当中常常被引用嘛。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圣严法师就将这个随其心净则国土净与这个心净及国土净对应起来都强调这个心净才能对应到净土嘛。所以这个心净则国土净的概念大家发现没有？它是从这个个人修心，然后从自己的内在向外发散的概念要自己修心净化自信所以你见到的国土才会清净的概念嘛。分析到这边老 K 就不用再多解释嘛。你是靠佛力还是靠智力这边都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其实在这个净土法门的理解当中烦恼未断，这个修持不完全其实是常态这其实并不妨碍念佛人被佛愿摄取，因此得以往生嘛。换句话说，你把断烦恼放在首位的话这其实是一种自力修行的取向。而我们纯净土的教法则是主张信愿持名嘛。这个理论其实就是回归到你要靠自己还是要靠佛的大愿加持一个是你要修3个阿僧祇劫，慢慢修上去嘛。一个是已经功德修好了，放在那边你只要用这个密码去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功德。就问你怎么选而已嘛。我在网络上老 K 前几天有看到一篇叫做《劝修念佛法门》中间其实有一句话说的还不错这边老 K 分享给大家：境上成垢，虚假插魔之功，而得清净。心中妄想烦恼，必仗念佛之力可以断除看到没有？这边说的必仗念佛之力可以断除就是在叫大家借佛力的意思单靠自己的力量难以铲除烦恼的意思嘛。特别是他宗别派常常在说嘛，念佛要消除妄念你念佛还要这个条件那个条件那说的都是靠智力修行，把这个念佛当作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而不是靠佛力他们这种修法都是靠智力然后去求这个智力修行一定要修到有定功嘛你说要用这种方法来断烦恼那你就要先修到有定功嘛那有定功你就可以升天了，你还在娑婆世界混什么你别说我们凡夫了，当年这个藕益大师他都说过他自己生病的时候痛苦的要命连当下他也想要用这个定功用他这一辈子的修行消除这个妄念业障都没办法到最后只能哭着念佛就像小孩子一样求阿弥陀佛救他最后还是得靠佛力嘛那你说我们这个凡夫你要怎么靠自己修行这不是绕远路是什么呢但是大家这边要注意净土法门就是我们的念佛法门并没有否定断除贪嗔痴的价值和可行性只是主张我们念佛人凡人必须先靠佛愿靠佛力加持，以念佛为中心其他的都只是辅助的概念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平生业成嘛就是你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你靠智力是没戏然后死心塌地的扒着阿弥陀佛不放，一心一意的相信佛愿，像这样一旦真心依教称佛名即使我们尚未临终这个往生在当下也已经成就的意思你看老 K常常在频道中看到很多莲友给老 K 留言那常常说他很惭愧念佛已经10几20年了但是都没有精进念佛过念佛都很混的意思其实说这种话的人你自己都没有发现，你现在其实已经现身不退了你看那个慧净上人不是有说吗你念佛已经20几年了，而甚至有的长辈念到40、50年了，到现在你还记得要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不是代表佛一直在加持你吗？你都没发现你现在这一辈子你就已经是不退转的状态根本不用等到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再看看念其他的经咒有多少人能够念一辈子都不退转，保持这个一辈子不丢失有几个人很多人都把经咒念一念加持他的菩萨发现你这样子念经咒太慢了没什么用
所以拐弯抹角啊，引导我们去念佛嘛。因为念佛比较快以前老 K 持诵大悲咒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观世音菩萨最后还是引导老 K 进来这个念佛法门的嘛，让我这一辈子都不退转。听到这边你可能会问如果完全不修断烦恼，那其他的法门不是都没用了吗？你修禅、持戒、经论上的解行这些不是都没用了？你是不是在担心这个？我知道这恰恰就是你们不肯专修念佛的原因之一很多人都在纠结这个嘛，这个生怕，按照老 K 这种修行我过去念10几年的大悲咒楞严咒不是都没用了吗？都白念的概念嘛，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我们要先把这些修过的功德暂时保存下来。因为你们想想很多人修的其他的功德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既然如此你修的功德就不会白费意思就是说，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接着修甚至有一些人成愿再来了以后我就觉得对这个经那个咒非常熟悉还有很多人都会用这个其他的经咒来当一个辅助的概念就觉得念佛不够嘛还要修一些其他的辅助你这样才安心嘛，好像生怕你不修这些你西方就去不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本末倒置念佛靠佛加持你才去得了西方绝不是修这些辅助让你得生西方的永远要记住这件事你们有些人看到这边可能会问老 K 我要怎么知道我现在念佛是靠佛力还是自力念佛这个其实就是要看你是否真正相信佛愿是否真的想要去净土还是你念佛只是为了求发财求健康长寿而已最后一个重点就是你是否实际称名念佛你看有一些宗派不强调称名念佛也不对嘛，肯念佛才叫信佛，肯念佛才叫愿意去绝对没有那种信心十足然后不念佛的道理嘛。再来就是杂修和专修的区别简单来说专修就是一心一意的，你只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嘛信心纯一杂修的意思就是你念佛的时候你还求人天福报或者是你兼修其他的经咒嘛所以我们这个净业三福里面求人天福报你看这个概念像不像这个考大学那个第一志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我们至少要求到人天果报的概念那这样子也不行因为这个都会堕入杂修的陷阱中所以说心净则国土净这个是圣人的道路，而国土净心才净，这个是凡夫得度的真相其实阿弥陀佛早在他的因地法藏比丘的时候就已经为了我们这些罪业凡夫造好一个清净佛国那个观经释帖术里面善导大师也讲得明明白白的嘛，但能上进一行，下至10念，以佛愿力，莫不皆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靠佛愿力凡夫即得往生的意思嘛。我们不需要断烦恼，不需要把心修得跟琉璃一样清澈，因为那个都是圣人的路我们要走的是被佛摄受不舍的路嘛因为我们到了西方心自然就清净，到了清净的国土烦恼自然就不起这就是心不清净亦可往生往生之后自然清净的他力本愿善导大师还在观经释帖术最后说了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这句话就是整个净土中的核心其实老 K 今天想说的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磨掉烦恼的修行人，而是选择被佛救度的凡夫。当我们老实称名信愿具足的时候，阿弥陀佛已经等着在接引我们了所以大家从今以后不用再去烦恼我心不清净能不能往生因为佛早就为我们这一颗一颗不清净的心造好最清净的国土了嘛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南无阿弥陀佛。